Hello， 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今天的赛博斗蛐蛐。我对比了一下最近的视频数据，发现还是碎碎念的视频大家更喜欢看，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实况解说吧。在这里，我们的对决直接就开始了。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一期久违了的这个战锤 40K 的内容。交战的双方呢，是忠于帝国的克里格死亡军团，还有归属了混沌的黑色军团。在此前呢，我就录制过不少期的这个战锤的内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克里格死亡军团的人气要比蓝爸爸还要高，所以在这儿也是为了视频的播放量，我才选择了他们作为进攻方。而作为防守方的这个黑色军团呢，他们拥有大量的混沌星际战士，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凡人信徒作为辅助力量。在 40K 的设定里呢，星际战士都是超人般的存在，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轻轻松松干掉一整个排的凡人士兵。不过呢，作为我们本期进攻方的这个克里格死亡军团，他们并不算普通的凡人。根据官方的设定呢，他们有点像是红警中的那个复制中心中产出来的小人。这些家伙很强壮，而且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作为一张白纸被写上了与军事战斗相关的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在战场上牺牲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所以就算是遇到一场明显无法取胜的战斗，他们也还是会决绝地冲向敌人。此时镜头中的这台名为马卡多的战车也是由克里格士兵驾驶的，它的这个外形非常的像一战时期的英国大水枪，但它的火力可要比那个水枪猛得多了。它的车头装备着一门超大的这个旧炮，可惜的是通过这个建模呢，我们可以判断它此时已经无法发射。不过它顶部这个延伸出来的炮塔上面装备的一堆这个爆弹机枪呢，还是在疯狂的开火。然后在坦克吸引敌方注意力的同时呢，战场上也有相当数量的这个克里格士兵赶到了前线。他们使用的这款光枪的威力很大，据说是能打穿星际战士盔甲的薄弱部位。所以在这里，当有一个班的克里格士兵同时朝着一名星际战士开火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将其击毙的。与此同时呢，在后方的阵地上也有一些固定武器在不停地朝着敌人的阵地开火。这个火炮我不知道叫啥名，但它这个连射的属性莫名其妙有点中古战锤中帝国火炮的味道。它的这个攻击力也是挺不错的，连续不断的射击给这个混沌星际战士炸的是人仰马翻。然后战斗进行到此时呢，这个星际战士的颓势也就显现了出来，他们的阵地上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大号的无畏机甲还在硬扛着进攻方的攻势。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克里格的士兵们也是发起了一波针对他的冲锋，这些悍不畏死的50块钱的好兄弟直接冲上去朝他投掷各种手雷，但可惜的是这么一波强势的冲锋还是没能将他击倒。本次战斗我给进攻方的设定是一共会有15个步兵排陆续的投入战场，但战斗进行到此时，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活着的士兵了，400-500个精锐的人类士兵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被全部干掉。这波是有些还原官方对星际战士的这个实力设定了。不过呢，这看似失败的一次进攻也干掉了大量黑色军团的混沌星际战士，他们此时能凑出来的幸存者连一个班都不到了。而对于克里格这样能使用生物技术来不停地产出50块钱好兄弟的阵营来说，本次作战中出现的损失恐怕就和家常便饭一样，所以很快他们就会再发起一波新的攻势。对于混沌星际战士来说，与这些家伙打消耗战，无论如何都是血亏的。好了，本期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战锤 40K 的内容的话，还请多多点赞，我会根据实际数据来决定是否长期更新这个题材。我们下个视频再见。